然后它的毒品的纯度更高，得到世界的赏识。基本上在罗兴汉被抓进去一段时间，坤沙的的销售网已经可以达到全世界的80%毒品，80%毒品都是从坤沙这里走的，所以坤沙也被称为就是那个美国政府的头号通缉犯啊，就打击头号通缉犯。那么大家好，我是小胖。今天我们趁这洗衣服时间，我给大家再讲一下金三角的这一段故事。那么金三角这一段故事呢，我觉得最主要的分3段人物历史线，就是什么之前李弥和段希文这个国民党残军怎么到那边，怎么到华人村，我觉得这个就不讲了。我们现在主要讲的是罗兴汉、坤沙和彭家声的故事。那彭家声的故事，我也觉得放到后面再讲，因为彭家声啊，他是在果敢地区，就跟现在的我们中国抓住严打的这个电诈分子啊，就是做灰产的，什么白家、魏家，什么4大家族，这个是他们彭家声这一条脉络的。那么是果敢那边的事情。那我们今天主要讲一下，就是关于善邦这里的事情。那么也就是主要是讲是罗兴汉和坤沙这2个人，我相信大家都比较感兴趣，因为有3大毒枭嘛，罗兴汉、坤沙和彭家声。我们就讲罗兴汉。那么罗兴汉是怎么来呢？其实在原来的缅甸，大家也知道，缅甸是个到现在都属于一个比较战乱的一个地方，它各个地方都有它的自治区，对吧？都是类似于这个自己经营的，然后这些自治区。那么在善邦地区呢，原来有一个类似于叫什么名字？叫土司，你可以理解为就是藩王吧。但这个藩王是从明朝、清朝的时候就有了，因为当时缅甸是中国的一个藩邦，所以他们在这里的话叫土司，也就是类似最大的自治，对吧？自治的管理者叫土司。那么土司当时姓杨，叫杨家。那么杨家呢，他有很多小孩，但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个杨二小姐，就是一个女生。那么当时罗兴汉还很小，那么在杨家，他们基本上就是会办理一个在善邦地区啊，有一个学校，这个学校呢，就免费给善邦啊、果敢啊这个地区的人去读书，但是他们升的旗啊，都还是青天白日旗，他们还走的是三民主义这一套，对吧？因为他们基本上原来都是国军政府的。那么罗兴汉读了几年书了以后，就跟杨二小姐混了，在他杨二小姐下面的这个赌场啊、档口啊进行打砸。但是罗兴汉呢比较不好，大家知道，去赌场打砸了以后，就基本上去碰了毒了。碰了赌这个事情，又欠了好多钱，那最后是杨二小姐帮他把这个钱还了，杨二小姐就把他招到了身边，类似于做个保安副队长的这样的一个职务吧。所以说罗兴汉他非常感谢这个杨二小姐，对吧？因为这杨二小姐应该说就是他的恩人了吧。那么他就帮着杨二小姐做一些马帮的事情，马帮就什么呢？就是贩毒押运的事情。那么他也非常等于说去为这个杨二小姐卖命，但这个杨二小姐呢，年轻人嘛，又是女生，她有一次呢，她就去缅甸军政府控制的这个区域，就不是她自己那个果敢的区域，就是缅甸区域，然后她就被缅甸政府抓了以后呢，这个罗兴汉就要把老板娘救出来啊，对不对？那所以这个罗兴汉就带着人去把杨二小姐救出来以后呢，罗兴汉就得到了杨二小姐的赏识和重用嘛。那么所以说罗兴汉就在当时类似于就是一个类似于金牌打手，或者说这个二当家这样的一个角色。但是罗兴汉呢长期混在这个马帮，他跟各地的军政府啊，跟各地的这个势力啊，他关系都非常好，做人非常圆滑。然后呢，他进行一番审视以后呢，他觉得还是要投靠缅甸政府。那投靠缅甸政府以后呢，缅甸政府也觉得，哎，我是需要这么一个人来分化那些地方武装，类似于做政府的代言人，所以他当时就扶植了这么一个作为杨家的代理人，那代理人就是罗兴汉。那么他也跟政府达成合作，那么杨二小姐也就被放出来了。那么当果敢那边杨二小姐被抓了以后，那果敢地区的人很多就变成独立武装了嘛。那么罗兴汉再回头以后，那就跟他们类似于在招安他们了，就是我要回来啦，或者说他代表是杨二小姐嘛，那所以就很多人就跟着罗兴汉去类似于干这个活，但也有很多人呢，就是听着罗兴汉的劝，然后就大家各自散去了。那这一招呢，我觉得非常好，就是类似于政府军用罗兴汉来劝其他的一个类似于这个叛军吧。
那么在果敢地区，大家也知道，在果敢地区还有一个叫彭家声。当时彭家声呢，也是类似于是一个叛军的首领，但是呢，他打不过罗兴汉，他经常就往中国那边逃。但是罗兴汉呢，就是每次打到边境了，又不能跨国境去打，所以说来来回回，来来回回。结果呢，因为缅甸它也有类似于各种党派，那么彭家声最后就是把整个果敢地区基本上就拿下了。那么，罗兴汉和缅甸军政府那就类似于退出了果敢地区。那么果敢地区类似于就后面有果敢王嘛，那么这个就是彭家声。好，那么继续讲罗兴汉。那罗兴汉退出来以后呢，他又跟昆沙打。那昆沙是怎么回事情呢？罗沙跟昆沙其实算发小了，他们两个其实关系都比较好，但是打来打去，他们打来打去呢，仅限于就杀人越货这点事儿，也不会说去一定要把置人于死地，就是你的一批货，我的一批货。那么当时呢，昆沙其实他的势力范围比较小，他做不过罗兴汉。罗兴汉呢有一个品牌叫3号海洛因，它叫39牌。那你作为昆沙怎么办呢？他昆沙就算有再多的鸦片，但他销售渠道没有罗兴汉很好，所以昆沙当时就研究去怎么样去做海洛因，然后昆沙就研究出了这个4号海洛因，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双狮地球牌啊，就双狮抱地球。这个他说起来纯度达到100%，其实99.99%，它的品质更好。那么昆沙就搞出了这个双狮地球牌，但是他们经常杀人越货呢，双方都其实有损失。但是罗兴汉呢，中间是有被缅甸政府给抓走的。抓走判刑的，那所以说昆沙在这个时候的队伍得到了壮大，然后他的毒品的纯度更高，得到世界的赏识。基本上在罗兴汉被抓进去一段时间，昆沙的的销售网已经可以达到全世界的80%毒品，80%毒品都是从昆沙这里走的，所以昆沙也被称为就是那个美国政府的头号通缉犯啊，就打击头号通缉犯。那么罗兴汉呢比较聪明，在90年的时候出来以后，他就选择金盆洗手，他就不干了。那么他到了果敢地区，其实你要想，罗兴汉不是当时已经被彭家声他们赶出来，怎么又到果敢地区吗？其实他们几个就是类似于说好的，就是因为毒品这条路走不下去了，所以他们就开始各种的金盆洗手，这也演变成为什么果敢地区现在有那么多的4大家族搞电信诈骗，因为干这些事的人，他们也要日新月异，因为毒品走不下去了，那只能去干一些赌场啊、诈骗啊，更新潮的一些东西。那么罗兴汉就金盆洗手了。金盆洗手以后呢，那么政府很高兴啊，想跟你金盆洗手了。那么罗兴汉说，我要做正规生意，我要做木材啊，怎么样？他就成立了一个亚洲集团公司。那么所有的缅甸的国有的一些项目基本都批给他，所以他就后面变成了缅甸的首富。那么他就做正经生意了，对吧？那么其实缅甸政府也离不开他，因为他的家族涉及到了缅甸的各行各业，电力局啊、水利局啊，对吧？基本上半个国库都在他手上，所以他就成为了缅甸的首富。那么一直到前2年去世，大概有多少年？10年了，要去10年了。那么昆沙的话也不一样，昆沙的话，其实他那个时候已经做到很大了，做到很大以后呢，但是他最后也选择了向缅甸政府投降，因为他可能觉得这样做不下去了，因为中间有很多人，包括联合国啊，包括怎么样，都会去打击一个昆沙。其实那我们讲到昆沙呢，其实不能讲昆沙身边一个人，我觉得这是一定要讲的，就是张书全。张书全这个人是谁呢？他是国民党的一个黄埔军校毕业的一个军官。那么原来的话，不是这一帮人李弥将军跑到了缅甸这里，然后段希文，然后其实张书全是属于段希文将军的那一脉的，但当时呢，他们在那边准备反攻大陆或者怎么样，但是呢，就一直受到联合国的欺压，那最后美国政府迫于无奈，他们只能要求台湾把这一批残军给撤回来，愿意到台湾的那就到台湾，不愿意的那只能留下来，对吧？那留下来就变成雇佣兵了，这跟台湾政府就没关系了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有一批人留了下来，就是他们是经常在四川、云南啊这部分人当兵的人，他们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乡。那么其中就有一个叫张书全，但是也有说法张书全是被授意留在这里的，那这个就不去说。张书全是个很厉害的人。那么在昆沙已经做了很大的时候，张书全在被军政府打击的时候，是昆沙救了张书全，所以说就最后变成了一文一武2个人，就张书全负责作战，昆沙负责销售自己的毒品，把自己的一个所有的毒品啊什么都给他做强做大。
因为当时世界上80%的毒品都是昆沙走，所以说昆沙就很嚣张，他就自己成立了个善邦共和国，自己当总统了。那么这样的话，就会你也知道，这个只要你一独立，就会遭到各方的排挤，那么各方的进攻。那最后呢，也因为内部出了问题，昆沙就选择向缅甸军政府投降。但是呢，昆沙投降有一个要求，就是不能把自己交给美国政府，因为当时他被美国列入了头等通缉犯，如果被抓的话，要类似于引渡到美国。但是呢，因为他是缅甸人的身份，所以说就没有引渡。他跟政府也类似于谈好了。那最后呢，就会发现一个很神奇的地方，就是昆沙和罗兴汉打了一辈子，他们两个真发小。但是他最后投降以后，他们两个都在缅甸的仰光。那昆沙只是没有做生意，罗兴汉在做生意。然后最后他们两个还经常串门喝茶，可能老了以后啊，就会在想怀念。哎呀，年轻的时候你怎么？哎呀，当年你带个支部队怎么打我？我觉得这也蛮有意思的。他们两个都在类似于在仰光安度了晚年。那么整一个脉络，整一个罗兴汉和昆沙故事呢，也就大概就这么一回故事，对吧？那如果大家还想听呢，我给大家再讲一下彭家声的故事。那么彭家声的故事呢，又不一样了。那这时候罗兴汉和昆沙讲完了，其实他们两个都是罗兴汉呢，我给大家总结一下，其实可能我小胖讲的比较乱，就是罗兴汉呢，开始做了很大，然后昆沙做不过他，然后呢，罗兴汉呢准备金盆洗手了，然后干正规产业了，那昆沙把毒品做到了最大，然后趁罗兴汉坐牢那段时间，然后他们两个都被政府招安了，甚至说最后投降了以后呢，又出现了一个当地的，就是我刚才说的，把罗兴汉和缅甸政府军赶走的果敢地区的彭家声。那彭家声又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？那彭家声其实他们属于同一个年代的人物，他们好像中间只相差个2-3岁吧。那么彭家声当时呢，就也类似于加入缅甸共产党，帮忙打罗兴汉，对吧？然后后面呢，他又跳出缅甸共产党，然后又开始打缅甸共产党，最后他就变成了果敢王。就果敢这个地区跟善邦这个地区，大家去看地图啊，因为你看了地图才会明白，不然你们会认为缅北都是一个地方，其实缅北它分很多地方，对吧？然后整个果敢就以彭家声为首。那彭家声呢，他的个人的想法呢是让果敢的老百姓都能吃上饭，都能有书读。但是这个东西呢，就让彭家声产生了两面，一面就是因为他的毒品走私或者怎么样，他把果敢地区带入万劫不复，但是没有他，果敢人民可能当时都饿死了。所以这个东西你没法去批判一个历史人物，他这个到底是功还是过。那么彭家声类似于也在干这样的事情，但实际上慢慢年纪长了以后，彭家声下面的人等到也进行了一个分裂，就类似于说的白学成啊，什么白所成啊，白学成就是白家，就现在的这个4大家族。那么他们因为大家都不搞毒品了嘛，因为接下来世界上都在严厉打击毒品，对吧？所以在毒品也不能成为他们的支柱产业的时候，他们就开始搞电诈，开始搞赌场，开始搞其他东西，所以慢慢就是演变成历史原因，就演变成到现在的4大家族。那么也就是现在中国政府严厉出击，大家联合执法，把这4大家族给剿灭了。其实果敢地区要剿灭，这是很难的，这个都是有100年历史的地方呀。整个果敢还是比较乱的啊。那具体这个白家什么魏家他们干了些什么事情，我相信大家现在的新闻都看得到。那主要是我们今天就讲一下金三角。小胖讲的比较差，就因为也没有稿子，没有啥，都是凭着自己的脑子讲的。那么也没有去看一个文章的引述。反正因为我是对罗兴汉、昆沙、彭家声这一代的一个历史脉络，其实我是看了很多的书和历史资料，包括看了很多影片，只是我现在回忆起来跟大家讲的，大概就是这么个故事，好吧？大家就随便听听啊，就这样，拜拜。